China is about to reach a milestone in it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urban residents will outnumber rural ones. China's cities have ballooned in recent years as migrants from the countryside have surged in to find work. This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a crucial driver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 migrants not only provide labour for factories, they also boost consumption by renting apartments, shopping in markets, eating in restaurants and using nearby services. China needs more consumption of this kind. 不过真相远远大于林立的高楼、川流的人潮以及拥挤的街道中，也绝不在官方罗列的统计数据和对于伟大和复兴的赞美声中，更不在媒体对于艰辛奋斗的大众的报道中。What is really the truth? Really, the truth is just a plain picture a plain picture of let's say a tramp vomiting, man, into the sewer, and next door to the picture, Mr. Rockefeller or Mr. C.W. Jones, on the subway going to work. Any kind of picture. 这些图片不过是一种群像，不能被宏大的叙事所包装。它们有着共同的称谓：民生。中国是世界唯一一个为了确保士兵生命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持国家而由国家开凿政府管理的巨大公权体系，体现了以农业立国的集权国家独有的漕运文化传统，展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工立国发展的优质历史阶段，带有了工业革命前土木工程的阶层成就。斯宾格勒认为，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如此一来，历史变成了人类的构建物。实际上，城市的发展并不总是能够被人文左右。在人类的社会和经济生产活动改变了自然地貌的同时，地理因素也在限制着城市的发展。作为连接中国南北的人工水利系统，大运河在其诞生的2500多年间，孕育了众多沿线城市，其中不仅有国家的首都北京，重要的南方经济中心杭州、苏州，还有许多因为运河的兴亡而盛衰的交通枢纽，比如天津、临清和淮安。历史上，大运河为城市提供了农业、商业，甚至是建筑上的物资，连接了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和物产富饶的南方。这使得长江以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及生产盈余，能够通过漕运这一在过去相对高效的方式转移到全国。
中国大运河始凿于春秋，经过历代开凿，到明清时期，形成了长达数千公里的漕运通道。它北起北京，南至宁波，曾流经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市，共33个地级城市。在春秋时期，京杭大运河的第一桥是因为战争而挖下，而随着汉、隋、唐、明、清几朝的不断发展，大运河逐渐成为了整座帝国生产、运输、贸易以及税收的主动脉。有人说，旧北京城是从大运河上飘来的。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的那些金碧辉煌的城阙和宫殿，也就没有北京历史上的兴盛和银华。运河的开凿不仅为北京城带来了建筑材料，同时还为其人口增长提供了足够的粮食和日常物资。都城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其中包括了除了本地居民在内的皇室成员、政府官僚和常备军队这一庞大的人口。而北京所处的地区使得它的农业生产不足以供养其居民，漕运成为了当时的最优解。因为水路运输不仅成本低，而且运载量大，相对于陆路运输极为方便。反过来讲，也只有类似于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农业国家，才有能力、有动机兴建如此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利用南方经济中心的富饶来供养首都城内数十万的居民。不仅如此，从元大都直到故宫，北京建设所需的各种木材砖石都是沿着运河北上进京的。如此说来，没有大运河，今天的北京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样貌。漕运给养了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确保了当时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对地方施加的影响。可以说，运河由中央集权而生，反过来又增强了中央集权。如今的北京依然有着政治上的意义，但是现代化的城市化进程也给北京带来了许多都市常见的问题，拥挤、交通堵塞、污染，诸如此类。许多属于旧北京城的建筑已经无迹可寻，大多数时候只能在角落中找到变了味道的古代印记。距离北京150公里的天津，在早期只是一片荒原，地势低洼，条件极不适合建成。明朝时期才有了天津卫、天津座、右卫这3个卫所，之后始建天津城。这座城市拥有多灾多难的历史，在建立之初屡遭水患摧毁，又因其作为北京咽喉的险要位置，经历了多次战火的洗礼。然而不论海运、漕运，天津的位置都是进入北京的必经之地，而天津在水患中的延续则离不开运河提供的滋养，和政府由于其军事的重要地位不断进行了整治。1860年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占领天津，此后吸引了各国在此地建立租界，形成了现代天津城区内独特的建筑文化，反映了一段殖民地的历史。
在现代化的摩天大楼中，各式特色的小洋楼和歪斜交错的人行道仍在使用，塑造了天津的城市建筑文化景观。尽管如此，天津也有着现代化城市的普遍问题，民众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致。整体来看，南方的海拔低于北京所在的北京小平原，船只在行驶的途中常常要从低水位向高水位移动，加之大运河贯穿了黄河和长江这两大河流，其流速和水位都与运河的河道不同，早期的船只极容易在大风大浪中遇险。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利用了船闸与堰坝来调节流速，高效地使船只克服水面落差。黄河决堤，水大则决运低，水弱则杀于运道。为克服黄水扰运的影响，古人采用设湾、筑坝、设闸等措施来减缓水势，调节落差，以保证航船顺利通过黄河。船自南向北逆流经运河驶入黄河时，需不断抬升水位，水闸便用来调节水位落差。当船航行到福兴闸时，根据水位和船只吃水情况，通过绞盘提升闸板，船只进入福兴闸与通济闸之间，关闭福兴闸，启开通济闸闸板。河水流入两闸间河道，水位逐渐抬升，与上段河道持平，漕船便能顺利通过通济闸。之后，关闭通济闸，启开会济闸，放水行舟，循环往复，依次而行，使漕船逐级由低水位向高处行走。堰坝可分为拦沙坝和拦水坝。拦沙坝用于阻挡泥沙，防止河道淤积，通常低于拦水坝。拦水坝在拦沙坝之后，用于抵挡汛期黄水倒灌。坝底用矮杉木打入地下，间隙填充凝土稳固，上部采用多层大块条形石镶砌，之间用铁栓相接，顶面以铁扣相连，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当船航行至堤坝时，只能通过拖坝或盘坝而行。拖坝是用绞盘固定住漕船，通过人力或者畜力拉动绞盘，使船体沿斜坡由下而上，从坝顶通过，再沿坝体另一面送入黄河水道。盘坝则是将货物或人员转装至另一面的漕船上，继续前行。经过多重闸坝调节，航船便可顺黄河水势进入运河北岸口门，经北岸闸坝调节，沿运岭上完成航行。咸丰5年之后，黄河在铜马巷决口，改县道夺济水入海，在今聊城市章丘镇南与运河相交。当时黄河河底与运河河底基本持平，黄运平交，通过闸坝控制和连接两河之水，以利行船。闸坝的运用既控制了水位差，节约了水源，又保证了漕船的正常运输，是古人智慧的结晶，科学治水史上的里程碑。随着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以今天的杭州、苏州、扬州、镇江等为代表的城市，逐渐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各地，并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地区。长江下游优越的自然条件，奠定了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而大量北方人口因为战乱的南迁，也使得南方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快速地提高生产力。
江南地区的盐运、丝绸、铸镜、造船等产业作为主要经济支柱，带来了热闹、繁华和喧嚣的城市生活。以苏州为代表的南方城市，在今日吸引了大量游客，更刺激了本地服务业的发展。在铁路运输兴起的今天，江南地区的整体地位却并没有很大的落差，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仍然领先于全国其他各个省份。江南地区多拱桥，尤其是带孔的拱桥。这一常见的城市工程也体现了江南地区人们对于水的依赖与利源。就苏州而言，水源的充足不仅带来丰富的物产和瑰丽的园林，更带来了交通水运的便利，乃至于决定了城市的形态。苏州拥有着中国独一无二的城市特色，时至今日还依稀可辨，即水陆并行、河街并邻的双棋盘式街巷。在老城区内，苏州市民甚至不需要道路公交系统，而是保留了用小船穿梭于幽深的小巷中的这一传统。苏州独特的城市格局是人类与水利系统互动共存的绝妙证明。世界工程史上的奇迹，一条流动着的文化河流，为亿万人民拥有真实和呵护，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一份宝贵遗产。船来了，船来了！尽管一些城市的特色在今天依旧可以目睹，但问题是还有多久？在生产力和科技水平都相对受限的过去，漕运的重要性似乎是无可替代的。然而在公路乃至航空运输都相对发达的今天，运河对于沿岸大城市的塑造作用能有多大？沉浸在对过去历史的缅怀中，无法消除现代的城市化问题，以及工业化所带来的独特景观，文化的同质化。穿行在城市中，人们难以从中心城区看出城市和城市之间有什么区别。除了楼房的高度，似乎可以暗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Chinese don't have to go to Paris anymore. It's come to them. 大同的建筑带来一种趋同的文化，一种所谓属于现代的文化，甚至所谓的文物古迹也被挂上五颜六色的彩灯，成为装点城市夜晚的一部分。无论人工的光源如何帮助居民克服对于黑夜的恐惧，白日总是能够暴露出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现实的角落。历史并非是线性的，发展成型的城市无法掩盖发展中的城镇混乱、污染、畸形。
也难以掩饰废弃工厂与低矮的平房无声中诉说的变迁与衰败。千帆竞法为曹梁，它曾经是中国大运河上一道令人震撼的风景。漕运是中国历史特有的一种现象，也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代重要的制度文明成果之一。自公元7世纪初开始的1000多年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通过修建维护大运河河道、水谷设施及运输储存设施，同时制定与之配合的相应管理体系，从而保证了通过大运河进行持续畅通的粮食物资运输，实现全国资源的并排。近现代，城市的增长是与工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随着大规模生产发展，工业产品的出口往往成为驱动城市经济的最大因素。在中国，工厂的建立与城市化进程催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从1978年18%的城市人口增长至如今已经接近50%，年轻人纷纷远离农村，来到城市居住，进入工厂寻求工作，期冀通过奋斗，在城市中获得更好的生活。这一人口的增长促进了贸易以及城市的建设。然而，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工厂逐渐由于噪音的问题，受到城市中其他职业居民的抵抗，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对新机器有源源不断的需求。如此一来，工人和工厂反而在现代生活中被边缘化，或者建立在远离城区技术能力的工业区。尽管中国的城市没有展现出如欧洲和美国许多后工业时代城市因为工业的衰退和经济转型而造成的发展停滞甚至是倒退，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实质上依赖了快速扩张的工业生产，使得工厂在自然地貌上形成了独特的景观。尤其是在大运河的沿线城市，依托河道生产运输的产业形成了连绵的工业区，而古代漕运的千帆竞发似乎也被现代大型的蒸汽船所完美复刻。河道的一岸是郁郁葱葱的树林，而另一岸便是储存用的库房。在城市中，由于许多城市仍处在扩张阶段，建设的脚步一刻也不曾停歇，高空作业似乎永无休止，景观的并置是十分常见的。比如废弃的空地远处排列着整齐的楼房，与正在建设的高架桥同时映入眼帘。城乡的结合处，农业用地和低矮的平房与巨型的钢铁烟囱相对立，就如同城市中拆迁过后的废墟，笼罩在工厂的阴影中。发展的方向真是一个新的时代。工业的奇景带来了荒唐的、华而不实的基础设施，流光溢彩的背后，掩盖了地区的落后。
为了吸引旅游，而在河岸两边修缮了彩灯，处处提醒着人们一种畸形的审美。工业的制造品被安置在自然景观上，来刺激人们的感官。远处的灯火照亮了城市的繁荣，却隐隐地刻画出工业发展所带来的一种病态地貌。主题的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有3个部分：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存在这个社会意识以及具体的小片，这3句话。不是你不背，你怎么答题啊？那历史不背吗？历史宣传以坚定、自信、伟大的姿态，许诺人们以小康、复兴、快乐。然而，无法掩盖的是中国梦背后的种种社会问题，核心价值观背后的思想控制，以及不懈奋斗背后缺失的精神文明。现代城市空间是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宣传横幅标语被陈列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如果说国家的首都通过建筑来辐射集中的权力，那么其本身就是一幅巨大的政治宣传。随着周边城市半径的不断扩大，标语也变得越来越密集，用以平衡中央政府因为距离而递减的影响。标语可以是静止的，在长达几百米的道路两侧随处可见，在旅游景点中循环播放，悬挂于路口和桥梁。小草就能闻到，我们相信风有情的味道，小生命的狂想，死的时候身上贴满彩票，你如此1959年的秋季开始，无声的火我们明，的粮食我的创作生涯秋季开始，于是柳暗花明。粮食就自给自足。这次我和故事的主角们每年多余几百亿，同晕倒在大国的怀，已经达到了5000亿斤，同晕倒在国家的储备，加上大国的怀，够了2亿5千万。中国人民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了。哪里有，哪里有，风像吹过所有垃圾一样吹过你的脸。
你们还了解中国什么呢 ？Nothing more。我们的好运才刚。你们的创业精神已经带入。标语也可以是流动的，随着公交车移动于城市的街巷之间。这颗猪脑袋怎样也不明白，是什么样的年，什么样的风吹来。隔壁有希望的小情侣，扬起不高兴的圆脸，好可爱。我们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啦哩哟，啦哩哟，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啦哩哟，中国56个啦哩哟，是历史上长期的啦我心里还有一句话没讲，东汉时期也不好忘，西汉不好翻工，司马迁写2000多年，你说他有没有幽默感？2000多滑稽者，中国之幽默也。好可爱。啦哩哟，没有幽默感，2000多年以前就在幽默。啦哩哟，看起来大家很有兴趣。啦哩哟，啦嘞啦嘞，啦哩哟。生机和广阔前景的中国经济，正在以强劲的姿态向新的高度跨越。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为新世纪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发努力。谢谢。商品、商业与消费都是中性的词语，是对物品和人们对其买卖交易的行为的定义。城市从诞生起就一直担任着中心市场的职能。在今日，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许多商铺临河而建。不过，与古代交通便利、方便运输的考量不同，这些商铺大多利用了河道的景致以及周围聚集的居民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作为商品进行贩卖。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是这样一个商品社会，在其中，公司作为基本的组织，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转化成可供交易的商品，衣食住行不必多言，而其中甚至包括文化、娱乐以及满足人们好奇心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的繁荣是由商业独自决定。
鳞次栉比的店铺量化了城市的规模，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了更多的消费。然而，通过商品堆积而形成的景观，不过是一种表面的、肤浅的繁荣，背后隐藏的是当代人们对于消费带来的快感的穷追不舍。店家通过占据城市空间的广告宣传自己的产品，进一步构筑了商业带来的独特景观。香华芝士炒酸奶也同期隆重上市了，蓝莓女王芝士炒酸奶、芒果芝士炒酸奶、抹茶芝士炒酸奶、草莓甜心芝士炒酸奶。这里还有茶王小伙伴们期盼已久的10几款希腊安慕希炒酸奶，小伙伴们快来尝鲜吧！茶王品牌专注炒酸奶15年，全国。无论人声鼎沸的街道、广场、大型购物中心，为城市带来怎样的经济发展，堆积的商品都无法遮盖住独属于城市的肮脏、混乱、贪婪和病态。旅游景点周围的商圈也是同理，影响力吸引了消费群体，而消费行为又促进了商圈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影响力。各类特产映入人们的眼帘，仿佛到了一地旅游，当地的商品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哪怕如今绝大部分商品都可以通过淘宝购买，但身处某地的现场消费，似乎给了游客们某种仪式上的满足。有些地方品牌利用了城市的影响力，高耸入云的广告牌伫立在高速公路上，向周围的城市或者乡镇辐射着地方品牌的商业价值。许多文化保护区内的现代商铺，更为该处的人文地貌带来一种荒诞的畸形。尤其是当摩登红人亭亭玉立在小桥流水之上时。19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就进入一个黄金时代，经济获得了爆炸性增长，经济进步、充分进步、普遍富裕、福利社会等等，资本主义在其发端时段，曾经憧憬的一切，几乎都变成现实。整个社会达到了空前的平衡与稳定。如今，这个物质丰富的状况不再是西方的特征，而是一个世界性的状况。包括中国在内，第三世界也摆脱贫困，进入富裕阶段。无论是中心城市还是偏远城镇，无论是实体市场还是虚拟网店，货品琳琅满目，被摆弄的到处都是。
令人头晕目眩，流连忘返。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写道：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自然环境中一种根本变化。蓝图中需要镜子，并不意味着主人有必要利用镜子的使用价值。拥有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也不意味着主人一定对高尔夫球感兴趣。也许，它会促使主人把高尔夫球有趣的概念植入自己的意识，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它象征的地位和生活方式。旅行社在浑然一体的自然景观中找出景点，筹划行程，而旅客到此景点一游，竟然会以为已经旅游过该处。如此所谓旅游被冠以文化之名，然而无法掩盖人潮涌动、随意收费和荒唐的讲解。任意一个地点本身的价值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猎奇以及获得纯粹娱乐的信仰。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再是物品本身，不是物品的使用价值，被消费的只是理念，它是对于一种消费理念的自我消费。A dog can walk about and take a bone. Fowl head, tail, bread, fish, tail and bone. If it's a good breed and not too wild, people will take it and mine as a child. But when a hungry man goes out to beg, there's not a bulldog behind his leg. 20 policemen will arrest him too. You see where a dog is better than you. 个体终究无法逃离商业带来的异化，消费的行为必然或多或少的在为这个景观社会添砖加瓦。但物质与物质文化不同，消费也不能同消费主义画上等号。人无法靠口头批判并拒绝吃饭而超然物外，拼命压制欲望不过是掩盖失去控制的无力。但愿你不要被迫的疯狂。阿波罗的金车渐渐驶近，天边升起了嫣红的黎明。高加索的风铃迎着朝夕，悬崖岸上，普罗米修斯已经苏醒。一种阴冷的绝望、恐惧深深地盘踞在他的心胸。焦虑的早晨，你几时才能对我成为自由光明的象征？是的，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可假如他索取某种代价，我宁愿接受永远的监禁。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把他们踩在脚下，像奥林匹斯索还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命运。这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他们。不惧怕雅典娜的战甲，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更不听宙斯的教训和恫吓，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